欢迎大家来到恋爱特别邀请，我是特别见证团团长乐言。那今天呢，我们的开场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我们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妈妈，欢迎阿姨来到我们的观察室。谢谢。我是伊斯拉姆的妈妈，叫雪英，我们是藏族，就是本地的。昨天我们的男生们画出了理想中家的样子，然后女生们呢，今天也通过盲选进行了他们的第2场约会。今天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了解，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么巧，正好选到了多多跟造型。我觉得可能是心灵上的共鸣。哇哦！很有默契，很有缘分的一次约会。今天2位是不是也去了现场，见证了他们的整个约会？对，我们2个就偷偷的在这边。欣杰，我拿上那个监视器看着，我说：“哎，这个人是谁？不是很眼熟。”第一眼看上去就是非常白，然后鼻子特别高，比我颅顶都高。对。进一步了解之后，发现拉姆是一个非常酷的女孩。然后今天的越野车还是拉姆在开，对，拉姆在开。他应该很拿手，是不是阿姨？对，他平常会骑机车什么的。哦，很酷，很有态度的一个女孩。那今天妈妈也是看了拉姆和坤坤的整场约会，对不对？看了的。什么样的感受？感受就是觉得他们两个聊得挺来的，包括性格各方面，我觉得都还挺好。他俩有共同话题。对对对，晶晶和瑞子，综艺之旅啊，他俩都快拜把子了，他俩先去做了热气球，但是他们2个都怕高，够了。2个最恐高的人去做了最浪漫的项目，同命相连的兄妹俩，然后2位很有缘分呢。他们这个有点像那个攀岩哦。当时我就觉得完了，我就觉得完蛋了，船真的很怕，所以他在玩这个的过程中，他其实是有被吓哭的。那当时 Mars 做了什么？Mars 有关心楚涵，然后有伸手，但是他们这个其实一前一后，所以说互动性会差一点。那整体来说，气氛还算融洽吗？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没有上一次约会那么的欢快。哦，这个项目结束之后呢，他们一起吃烤肉，然后聊了一下昨天的一些误会，最后有化解这个小误会。其实我觉得化解了80%吧。哦，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它可能不是短暂的时间中三言两语能说得明白的。而且其实这个事情没有对错，是他们俩都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然后都稍微有一点委屈，觉得为什么对方没有直接来跟自己讲。对对，就是他们2个的点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对方能直接跟他们讲。对，其实他们的需求点是一样的。对，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小屋里的情况吧。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然后给你来一下互动啊，让你社恐一下。别了，欢迎我们的新嘉宾。我已经要沉默了。天哪！没事。谢谢。没有人。哦，那就是我们先回来的呀。哦，还有桌游是吗？对呀。Let me see。我钓鱼的这个一直都没有玩，来，我们2个刚好有时间玩一下，就刚好是2个人。哎呦，怎么还有点难啊？是啊，有点期待。我想直接这样，直接给它接上。然后你帮我插上去。哎呦，这个勒得有点紧，不过没关系。哦，有感觉了。像是在钓鱼。等一下，妈耶！等一下，你自己抓住前面，对，我这样摁住。OK， 不行，要往后一点，它要往上缩。我们先尝试一下好吗 ？OK， 没问题。你干扰。
你先开门吧。哦哦， Hello，啊，戏掉了。等一下，我拍完了。你们今天去哪玩了？就吃了个饭，什么都没玩，做了个热气球，20分钟。是吗？对，你们玩啥呢？钓鱼呢？啊，是不是很滑稽？有点搞笑。你好，我叫拉姆。拉姆， Hello，我叫轩轩。我叫刘傲，好，我是藏族。啊，小喜得了我的朋友。这个是新疆的口音。啊，有吗？啊，有吗？我和 Leo 回到小屋里，最先见到的就是孟老师和新女嘉宾，还是心里有一点点小小的吃醋啊。我躺会儿。你们很累对吧？我觉得你可以给他冲个蜂蜜水。可以啊，头晕。那我给你冲一个。嗯，你笑什么？刚好这里有水。谢谢。非难得。我觉得要再倒一点，因为有点浓，我倒了好多蜂蜜。好。我想知道你们怎么选画的。因为我当时一看他那个画，我大概就能知道是谁。4幅画你都知道大概是谁画的？对啊，我想要的画已经拿走了呀。OK。他去选的时候画已经被选掉了，那我肯定就一下就懂了嘛。就他可能想要选他，我就能感觉到。啊，那你这个你是怎么选择那些画的？就是他画了只狗啊，有狗啊，明白。是。哎，这样我们4个人这样，我玩这个积木吧。可以把这收收吧。对，因为这个是2个人玩的嘛。来吧。谁先？你先吧，你先吧。天呐。天呐。OK。啊！心不稳啊。惩罚是什么？吃个柠檬。还 OK 吧？看来这个真的是惩罚，可以的。你们回来多久了？半个小时吧。哦，也没有很久。是，车上都睡着了，太困了。那孟老师一定睡得很投入。但是在林芝创业对，做什么呢？餐饮。是的，那你会做饭？我会简单的弄一下，不会那种很复杂。对。哦。不错。啊，小心点。哎呦 Hello，我们的新朋友。Hello，你好。你好，我们怎么称呼？拉姆，你好，老师。喊我阿星或者造型就好。好的。拉姆你好啊。怎么称呼？拉姆。哦，你是藏族，可以叫我江江或者多多。好的，多多吧。坐吧。好。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就是让大家选的。好，谢谢。就在这边。非常好。这是给你的。谢谢你。哦，是你自己写的吗？对。哇哦。那个包装上面也有他自己写的字，就很好看。我觉得是比较绅士礼貌的行为吧。
我拿回去看看。你们今天干嘛呀？哇，今天我们没被晒死在那个沙丘上。天哪，你为什么有湖南口音啊？对啊，你为什么？不知道啊，救命啊！他们都这样说。是不是你？不是我，肯定是你。真的不是我。天都塌了，全部都这样，受不了了，真的。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已经回来了。Hello，哎，你看 Mars 这 ，Hello， 就知道他今天有多累了。我天呐，很敷衍吗？这个 Hello？不是，就知道你很累。正好给你们两个介绍一下新的 Hello， 新人物解锁。我是拉姆。 Hello， 你好。拉姆，你是藏族人？是啊，你是本地人啊？对，哇，所以你是西藏哪里的？昌都你对林芝周边熟吗？非常，因为我从小在林芝长大。那好棒，你就很了解这边了。对，是的。感觉拉姆性格就是那种很飒的感觉。很干脆的女孩。有人想吃辣椒炒肉吗？辣椒炒肉很好吃，配米饭。OK。噔噔噔噔噔。辣椒炒肉、牛肉、米饭应该够我们吃了 ，OK 吧？这个牛肉的质感还是可以的。是坤坤主动的，对吧？很自然。问题是轩轩也吃的很自然。对，感觉已经被锁死了。昨天一百方面有人告诉你我没有不开心。你不要紧张好不好？你是不是觉得我昨天不开心？我有一点，为什么？我没有不开心。那你表现的有一点不开心。为啥？可能是你累了不想说话的时候，是吧？我有时候就很喜欢放空，想发呆。那我下次直接问你好不好？我说你有没有不开心？好。哦，今天本来应该是我们两个去做气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早上我找他换了一下。他说：“你知道吗？今天本来是我跟你约会。”我当时心想：糟了，我是好罪过，犯错了。你快问他，问我不是叫你问他。那对你那个，你看见我那话什么评价？他说，我说你有不一样的解读。对，我当时刚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点自闭。有点什么？自闭。就是因为你从第一人称视角，如果看出去是三堵墙把你的视角堵住的话，我会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此时此刻在困住你。就是我感觉哈，我觉得它之所以是空的，是因为你觉得一个家里面的陈设要两个人共同去摆。跟我想的一样了。真的啊？然后我把地板铺了，我就没经过女生允许。我就是知道，我就觉得肯定是要一起布置这个家。对，我就是觉得女生可能更适合铺软装，然后我就把地板跟墙面弄了，然后还有那个电路给走了。欢迎新朋友来到恋爱小屋，因为你入住的时间比较晚，为了让你快速了解大家，现在你拥有30分钟可以单独邀请一位异性健身房单聊。因为外面下雨了，我们等会儿全部扒墙角。对，妈耶！去吧，拉姆，超级拉姆！我就知道会有人说这个。选一个，随便选。老师请。我啊。好。拉姆选择了 Archie 去进行30分钟的约会。阿姨，我想问一下，你能接受拉姆谈男朋友最大的年龄差是多少？
我一直都跟他讲，找一个比自己大，就是大哪怕10岁都可以。那阿姨对这一点还挺开明的。那你觉得年纪比他小多少？小的话，觉得小1岁吧。小1岁吧，不能再接受了。对，我觉得她本身就是一个不太会照顾人的女孩子。那如果她实际年龄比他小，但是心智年龄比他成熟呢？那就看他们两个就是接触过程中，确实对他很关心，我觉得小也无所谓吧。主要还是看他自己，选择权还是要交给他。是的。那在地域方面呢？我觉得无所谓，只要2个人好。拉姆自己呢？他对这方面会有顾虑吗？年龄和距离？年龄好像没有，我觉得好像距离他会考虑一些更多的一些问题。那你为什么今天会选择我来约会呢？因为我也刚进来没多久嘛。对。是，然后今天刚好跟那个坤坤也一起，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感受到了一丝微妙的气息。是吗？是的。他感受到了坤坤的微妙的气息，是吗？感受到了一丝微妙的气息，就是你觉得他有……这个就不展开说了，有可能是我自己感觉错了，好，对吧？对，目前的个人直观感受是这样。你为什么会选择带你母亲来这里？因为我跟我妈关系就像姐妹一样，什么都讲。就有时候，遇到一些男生啊什么的，或者是男生来追我，我都会跟他讲。所以他会支持你来这个节目。对，然后他的一些想法跟我的一些想法也完全能同频。哦，是吗？对，那就很幸运，对吧？可以聊无所不谈。对。所以藏语你是会，藏语就是讲和听都是没问题，但是你让我写和念就有点问题了。那你属于大学也是在宁芝读的？没有，在珠海。那边的人也和这边的差别很大。怎么说？就是当时有一个同学问我是不是骑牦牛上学，我就说对啊，我们那边的牦牛屁股上都印了2维码，直接滴滴扫牛就走了。学得很好是吧？我说啥都信，妈耶！真的会问他是不是骑牦牛上学吗？会问呢，只是现在这个网络发达了嘛。对呀。之前会有人这样问，我就觉得很奇怪，知道吗？对，其实都是一样的。对，挺有意思的。你应该性格也是比较直接，对吧？是，比较真诚。对，是这样。但我觉得想说什么就说，只要在尊重别人的情况下。我觉得在这个年纪有这样的性格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一样嘛。如果大家都一样的话，岂不是？对，显得特别无聊。我也觉得是这样。那你焦虑的时候一般都会怎么办？怎么解决？吃东西。对，这应该是个坏习惯。有试过比如说冥想啊什么的？没有，我非常躁，安静不下来。就是需要冥想才能让自己安静下来。对，没有尝试过。对，可以试试啊，它是一个 meditation 嘛，不一样。但是吃东西我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就喜欢吃东西。对。刚才我把你给我的礼物拆掉了。那个礼物是对应的上面的那句话。其实他那句话就是说，就是有时候烟花是很绚丽的，然后是火光是很强烈热烈的，但是留住人心的可能是比较温存的一些东西。然后所以它对应的礼物呢是一个暖手宝啊。OK。问的筷子。你们在吃啥？螺蛳粉。谢谢。就是这种感觉。这样说，但是我觉得有点辣，可能是我辣椒放多了。确实是有点辣，对吧？你们待在长沙的时候都在干嘛？上课，然后就打游戏、健身。但肯定没有你忙了。我并不觉得我那样子很好。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嘛，而且你这样其实是好的。但我没有生活。你现在多大？要说生活，生活也可以一起嘛。
老师能说一下，就是理想型吗？可能需要是一段比较长期的稳定的这样一个关系能够是有希望的话可以成为人生的另一半大概是这样一个选择的原因吧。你呢？理想型吗？可以说你就是细心、成熟、稳重、情绪稳定就好。对，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率真、善良、有梦想、很幸福的女生，也是很感谢她能跟我袒露真诚的自己和想法。然后我感觉她比较细心，然后讲话比较理性、有条理，然后我比较喜欢跟这样的人聊天。好，谢谢你邀请我。没事，很开心能和你约会。OK， 谢谢。Hello， 大家。嗨，好热，里面，救命啊！哎，妈呀，热死了！要玩游戏了吗？刚才玩。等一下，我们俩聊了好久，好吗？马上，等一下，我倒点水。你吃了吗？我吃了2口粉。哦，怎么样？那粉辣吗？还行。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洗完了。为什么今天是你洗啊？没有，我就刚刚吃了面，洗了2个碗。你赶紧坐过去吧。探索欲是爱一个人最真实的反应。现在将公开恋爱嘉宾们的一张旧照片，请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照片里的故事吧。童年照。OK，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小屋里的童年照大公布了。OK， 来了。妈耶！哇！I want to know who is she. No, he. Excuse me, 他 wearing a dress. Yeah. No, you can the left photo. She's just a little girl. 红衣服应该是轩轩吧？她的五官的比例都没有变呀。因为我从小到大等比例长大的。这个我知道。这是孟老师吧？这是孟老师。对呀，这孟老师呀。对啊。旁边是你吗？不是。小学6年级，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个从小的小伙伴，就是玩的一直都很好，发小。老师，我问一下，为什么他穿整套校服，你穿牛仔裤？就是有一点帅，想耍帅吧，当时。希望你们能 get 到。挺好的。就是最下面那张，感觉那个小男孩他很有表达欲，我觉得可能是 Leo。No， is not， 应该是阿信的。但是这个像素不可能是阿信的像素，不是阿信的像素，你也太那个了。通过像素来辨别，通过像素，太过分了。这个其实，当时我选这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我和我父亲的关系。这是可能我和我父亲唯一不多的合影。2年前生病的，然后我父亲是去年走的。他的生病的过程以及他的离开，都让我慢慢在生活的观念上、感情的观念上都有一些变化的。然后我越来越觉得家的重要性，家人的重要性。所以这其实可能是这样我的一个观念的转变。然后这张照片对我来说也是为数不多的照片。我回来的原因是因为我父亲生病。我父亲临走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他。我在他最后的时候，我是跟他说的，我说：“爸，你不要担心我，我一定会有一个很美好的家庭的，所以您放心。”
其实看你照片，这个小男孩跟你不像，很难猜。但是看你父亲的就很像，很像，真的。我觉得他跟他爸确实很像，长得。我和我爸是很像的。对，我是作为设计师，我一直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作品，但是对于我父亲，我是他唯一的作品，所以我一定会努力的把他的作品书写完。哇，我的天哪！说的真好。右上角的是你妈？是的。好棒，猜到了。是我和我奶奶哦，对奶奶，小时候是奶奶带我长大。你那时候挺摇滚的。是的，我很多照片里都是这样子。真的。这是你第一次坐飞机吗？还是已经坐很多次了？我小时候到处飞，因为我爷爷的工作原因。你爷爷是开飞机的？受不了你了，真的。不是，就是工作原因嘛。是，所以奶奶带着我，然后会跟爷爷一起飞来飞去，这样。是。那个狗是斑点狗，狗狗旁边那个是楚涵，对吧？对，狗狗旁边那个是我，这只狗狗叫点点，是我们家养的第一只狗。然后那会儿它也是刚到我们家，然后我也是刚出生，我们都是很小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它来舔我手，然后我去摸它那一秒钟还是挺有趣的。对它其实没有印象，但是我的那个录像里面经常会有它的存在。他们拍是可以有视频的，我那个年代是没有视频的，这是唯一的区别，你知道吗？这是唯一的区别，你知道吗？这是很大的区别。是，确实，然后视频截图就不一样了。我那个是录像带。啊，那上面这是万斯吗？对，那个旁边抱着我的是我外婆。这个时候其实是在我不到1岁的时候，就每天吃完饭就会去那外婆家散步，然后她会在我身上都喷满那个上海的6神花露水。那时候弄堂里面蚊子很多，夏天的时候蚊子很多嘛。然后我外婆在我睡着之后就一直在我身旁给我拍蚊子，就拍到凌晨才睡。得到了很多爱。这个应该是多多吧？是吗？是爷爷，外公。哦，外公。因为从小是跟外公外婆长大的，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流行一个什么舞，然后那个时候就经常扭起来，然后我外公就会跟着我一起。后面很多书哎。因为我们家是开书店的。哦，怪不得这么有文艺气质。所以外公现在还健在吗？我在哭。外公一直以来的心愿就是来香港玩一趟，然后我们有在就是帮他办通行证啊之类的东西，但是每次一办好证，他就身体的原因就进医院住院，就是他去世之前就被下过2次病危通知书，然后进 ICU，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飞回来看他。然后我就一直说，哎呀，可能自己没有机会去了之类的。然后就是没有想到一语成谶吧。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外公去世对我的打击还挺大的，当时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机会带他来他最想去的地方，就是觉得很遗憾。每次我在香港就是去到什么好玩的地方或者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我下意识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觉得很遗憾，觉得外公没有知道这些。嗯，奥哥有点绷不住了。浩哥绷不住了。李勇老师，其实我有带实体照片啊，这是完整版的。哇，我看一下。这是我爷爷跟奶奶，这是我姐姐。我受不了别人这种哭腔，天呐。马爷，其实我是想讲温馨的故事的。我童年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这一天，就是每年的过年初6，我们的老刘家的人，然后都会聚在一起，有爷爷，有奶奶，有爸爸妈妈，然后大爷就是爷爷的哥哥，大姑奶、二姑奶、三姑奶、小姑奶，爷爷的4个妹妹，还有他们的后辈。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嘛，然后那个我爷爷高中时候去世了，这我已经释怀了。然后我大爷今天上午，等一下啊，今天吗？今天上午。今天，其实我感觉我能控制住了，怎么回事啊？就是大爷今天上午，我收到消息说昨天7点20去世了。因为我大爷跟我爷爷长得一模一样，我爷爷去世之后，我每次看到我大爷都会想起我爷爷，然后我大爷也去世了。我对我爷爷的挂念也最后一个挂念也没有了。他其实跟我约会了一整天，他已经憋了蛮久了吧？他就是强忍着自己悲伤的情绪，跟我约了一整天的会。我蛮心疼他的。就后来我说，为什么非得挑这一天？但为什么就这么巧？我1个月前选的这张照片，然后是今天早上收到的消息。听完，我觉得今天比如说这个时机，你可能觉得稍微有些。其实我最开始选这张照片的时候是想，就是你看很搞笑的，我奶奶在唱歌，我就特别想要这个麦克风，然后我姐姐这个时候就拍了张照片，然后我姐姐然后我在奶奶我也想唱歌。哦，我有一个对我特别好的一个姑姑，然后她因为从小肺不好，然后前几年也去世了。就是关爱你的长辈一个一个的都走掉了，然后你也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大人，但是还是想回到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在的时候。
东北的家庭聚会都是很温情、很有人情味儿的那种感觉的。蛮残忍的，说实话，但是也不得不面对。因为我在这边可能是大家年龄最大的，其实像我也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啊，我奶奶是前年走的，然后我现在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的那边只有我外婆还就是活着，那她也是有阿兹海默，她也记不得这些事情，所以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像你说的，我们会独当一面，就代表我们有更多的责任，所以有些东西，这些东西有时候就没办法，我们确实得面对，但确实很残忍。但是我都有我们这边朋友啊，你多和我们说说，我们也多和你交流我们的感情。其实它就是一个互相的事情。是的，这也是我们长大的瞬间的时刻了。因为人有可能是一下子就长大了，就有可能经历某些时刻。萱萱，怎么了？没事吧？没事。你是因为看到了别人感动的事情吗？我不喜欢在别人面前哭，不想让我不喜欢我这么柔软的这一面让我露出来。我不想在大家面前哭，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能量比较强、活力满满的人。我希望我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一个能量很强的人。我希望我是可以做那种照顾他们情绪的人。没事。就是我很少袒露脆弱，真的。其实我觉得能够展示自己脆弱的那一面是非常勇敢的事情。一定的。没事，我觉得你分享的挺好的，就要多认识了一下，对吧？很真实。但是这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事儿。但是也不要压力太大，还是做真实的自己挺好。他的真性情让我看到了更完整、更立体的他。我觉得我很感谢或者感激他信任我们，愿意抒发出他自己的这个感情。其实刚刚，奥哥一直在说剧本都不敢这么写，人生就是一场戏，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化的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存在，但是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只讲2个字吧，就只讲珍惜。我们珍惜还在我们世界里的人，我们珍惜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珍惜眼前的所有人。所以我觉得我们此时此刻要把掌声给刘傲。对，我们特别感谢刘傲，我们也感谢小屋里的每一个人，呈现在我们眼前如此的鲜活生动。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他们的生活当中汲取到，在我们现生生活当中能够汲取到的力量，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希望把这一段话送给所有的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每个朋友，我们能够把这一份力量吸收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好的过好每一个当下，珍惜当下的生活。相信大家通过今天的约会观察，然后呢，包括今天晚上大家这个敞开心扉的聊天局，其实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彼此，不一样的人。大家可以来预测一下今天我们心意的走向。我觉得答案很明显，不用多说，我觉得行为可以表达一切。
我有注意到了，就是在轩轩哭的第一时间，坤坤就立马过去安慰他了。对，虽然约会嘉宾可能不是他心动，但是我觉得他今天玩的很开心。然后他最后糖果也会坚持给同一个人。那晶晶，敖哥可能还是投多多，我觉得，因为他今天虽然说跟那个轩轩一起玩的，但是他只是玩的很开心的好朋友嘛。我觉得这一次楚涵应该会投给奥哥。Mars， 我觉得在不能弃权的情况下，他还是会坚持自己的选择，投给同一个人。对，因为他哪怕不成熟，哪怕幼稚，很不完美，但是他还是会坚持自己第一眼的选择。对。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另外一组我们的造型和多多，应该会坚持投吧，就一样的。我觉得造型哥应该也是会坚持之前的一样的选择投票。对，阿姨来预测一下，因为今天我们拉姆作为新嘉宾来加入，我觉得目前这样看，我真的不好预测，不知道哦。阿姨觉得现在拉姆可能暂时还没有出现磁场。对对对，还是一个还在观察看一看吧。好，今天的小屋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生动，发生了特别多有趣的故事，有笑有泪，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在小屋里留下的宝贵的财富。我感觉他有一定的阅历，和他是一个很成熟、很稳重的人。来了，我来了，快来看看啊！那么好奇，看看，猜对了，好文艺青年啊！我写的也挺文艺的。哎，谁跟你剪的？这么Leo，但是 Leo 今天转投楚涵了，应该。我知道呢。哇，这个好好看呢，我觉得。Leo 是变好了，hold 住吧。hold 啥呀？我又没事。我就觉得刘傲，就你们在约会的时候，他好像说不出来很多他自己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他没有他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好走进，就是他的心里。你好会总结啊！我觉得是的，应该是的。我觉得他渴望被靠近，但是也害怕被靠近。他应该也是那种，就是表面上看着乐呵呵，然后也会逗人家笑，但是其实内心里也有悲伤的底色和不愿被人触碰的一面吧。那阿星呢？就是他们俩是很不一样的人。阿信就比较绅士，然后比较细心，就是我很佩服他，总能以一种很平静的态度去面对我们所有人的情绪，并给予他所能提供的总结出来的话语，让我的内心会平复一点点。我感觉跟他约完会觉得还挺开心的，就是和别人可能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今天大家情绪好像挺到位，都哭了。我是想更多的是以一个稍微年长的身份调节一下大家情绪。对。如果大家一直在沉浸在那个里面，他会一直在里面。对，是，给大家一些时间。对，挺好的。先开一下今天的糖果。好。你觉得会谁？那直接开。哦，今天你有收到2个糖果。下一次一起去冥想吧。那么，对。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孩子？很率真，然后愿意表达。然后这个人生是旷野，记得开心去闯。像这句话的话，应该是多多。那应该就是多多了。整个觉得就听到你们聊的一些东西，还是比较深入的话题。我和他在车上，就是我们俩更加的彼此的，就是袒露我们真实的过去或者是家人的经历。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我希望让他能知道，我们俩并不是远离的，或者是分开的。我们可以彼此都可以分享我们个人的经历的。哦，我要跟你讲，像昨天其实多多其实问过可以吃挂面，然后我记得这个话。然后还有他应该喜欢吃辣一点的，然后酸一点的东西。然后你也可以再去问问他表姐，对吧？你在后台的时候，我现在想要接触更多的是多多，收到多多的糖果，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我希望和多多有机会进一步接触，这是很好的事儿。陈宇轩轩啊，怎么样？今天不知道，又怎么不知道？好奇怪！哎，要不然打开这个糖果盒，一切就知道了好吗？你打开吧。所以说什么？给我看一下。对呀，他收的信息就是你有今天主动跟他说，你说我其实没有不开心，对吧？包括小屋的人，大家也都有，就是做我们的神助攻。你是觉得没有这些神助攻，他就不会主动吗？就是我不希望有种 push 他的感觉，就是你会想这么多，但是他也有今天有往前进一步。包括今天的肉啊，有没有可能是我就是用嘴去接的呢？你就是希望有一个这种可以直接递肉喂给你的。对呀，为什么就不来一下这样子的行为呢？我就是比他主动很多。但是他今天有啊，就是在约会完之后，他有主动坐你旁边玩游戏啊。其实我也发现了，那为什么这些点你就也不说？所以后来我去厕所。对啊，他也能观察到你不在了嘛。你可能觉得他还没有到很主动那个点，但是可能对于他自己处理情感的方式，就在认识短短5天的情况下，他这样子其实他就已经很主动了。就是他可以慢慢的主动，但是你不能要求他说一步到位，对吧？其实我真的要去看到孟哥很多对我主动的点，可能我真的是身在局中，有点自己的小情绪，因为我还想让他再主动一点。今天我看你跟那个乐梦，对，我觉得你们共同点还挺多。讲友谊说一，我觉得你跟他共同点是最多的。我跟你说我的实话啊，我是有一点点想去了解的，我没有说不喜欢轩轩啊，就是我也不是对他没有好感，我是所有人里面对他是最有好感的。我看再看，你看没？怕你有压力，所以不太敢靠近。不太敢靠近，我看靠的也蛮近的。我真服了，你还为了吃牛排呢。我最期待的肯定还是轩轩吧，因为还是对轩轩是最有好感的。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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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今天给你带来个礼物，巨型拉面。明天可以让大家不用做早饭了。今天我觉得你表现很好哎。谢谢你，我第一次好像第一天我觉得第一天夸你，对，
我觉得今天就没有怎么挂脸，一直在主动洗碗、擦桌子，我真的觉得你不错。对，今天我觉得你和楚涵是出去的时候是有效在沟通的，化解误会。你觉得你们有化解误会吗？其实说实话，我们的误会在于没有沟通，但没有沟通的这个点，我们理解的不一样。考虑到他之前有 PTSD， 他觉得我一开始不要太主动、太热情的情况下，第3天这个阶段暂时不要去过度跟他沟通。我的建议反而是让他接触更多的人。对，我觉得你们这样想蛮成熟的，真的。你觉得今天楚涵会选谁？应该不是我了。你觉得你和楚涵已经 over 了是吗？不能，因为今天我在我投给他票里面，我写的是顺其自然。因为我会觉得我跟他今天的沟通其实是有效沟通，会让我看到我跟他对爱情观有很多不同。好，那我们来打开吧。没有，yeah，没关系。我没有感受到，就我甚至不觉得他希望我去安慰他，或者去跟他沟通。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都跟我没有什么眼神交流。我前2天就隐隐的感觉到他好像心动的不是我。我大爷出事了，我想我爷。我就想像小时候一样，每个人都在。我真的不想长大。可以带我吗？我不知道路。走，房间在这个方向，就还是跟我们房间是一个方向的。OK， 这边好，谢谢。OK， 拜拜。拜拜。这是怎么了？再也见不着我爷爷了。呀，你开门了。怎么了？还好吗？我想我爷爷。哎呀，好了，不哭了，吓死我了！我刚路过，我说你被打了。哎呀，好了，没事。好丢面子。哎呀，好没有面子。哎呦，好了。哎呦，难受的，给我们理由。好了，没事。因为我从小跟爸爸一起长大。哦。所以我不太懂，就那种情绪，柔软的情绪，我不太理解。但是我知道这是我欠缺的。我是离异家庭。我很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庭，我巨渴望，因为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感觉都是一半一半的。因为我觉得我想要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一个完整的，不是半个的家。反正我是想跟你说，
挺神奇的一个点，就是你说的那些话我都挺认同的。我看得到，因为我也是离异家庭，你是跟父亲长大，然后我其实母亲会更多。没事啊，没事。我们都是自己一个人慢慢自己长大的嘛，对吧？没事的。把自己当做一个小孩，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们把自己当做小孩，完成那些小时候没有实现的愿望，对吧？反正我就觉得，我也是，挺想，就是有一个家庭。就是我刚才也跟你讲，我就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找一个很好的另一半，然后他跟我一样，也很有家庭观念，然后帮妈妈去看到就是那一天。我觉得聊完这次天之后，就是更加清晰的看见他了。我的恋爱宣言吧，我觉得的爱就是我能清楚的看见你，所以当时觉得很巧，就是感觉被戳中了一样的。我觉得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就是不管是友情也好，爱情也好，只有我们在清楚的看见对方的时候，那才接近于爱。你拿的什么？什么？你的这个没有，有点糖果1分都没得到。我感觉你那个叫啥来着？你感觉我啥？感觉你状态不太好。你看了一天吗？对啊。你累吗？我能不能说点实话？不可以，阿斯开玩笑。我觉得是不是这身衣服有点影响你？他们问我，就是让我预知一下你有没有心动的男生。我说目前应该是没有的。我觉得你不太适合穿这种。我觉得你还是比较适合那种休闲的。看我还穿了高跟鞋。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我真受不了了。好，那我先告辞了啊！就这样完了？完了呀！我们俩总结就是，我觉得你说话各方面都有些不在状态。二一个是，你这个服装，然后你这个发型直接拉分了。OK， 那就这样子吧，你早点休息。我想先听你讲，今天投的是刘傲吗？咋了？放轻松了，姐。咋了？其实我真的很纠结，我今天要不要跟你说这些话，因为我知道你今天状态不太好。第一个点，我觉得我了解你的过往，我可以理解你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但是我觉得你有点过于敏感了，宝宝。就是我对 Mars 的体感是什么？我觉得我一直在非常耐心的引导他了，这不是一个敏感的人会做的事情。相较于我们两个当中，他才是那个过于敏感的人。我觉得我不是敏感，我这个点是在于，我希望选出的是一个靠谱的伴侣。我不是来玩一玩的。OK， 然后第二个点是，我觉得想让你在里面直接一点。是不是说原本是你想选 Leo 的那幅画？说他喜欢，然后他就选走了。是这样吧？他来跟我换了，本来是有机会跟 Leo 选 Leo 的。对对对，所以你总是站在就是考虑别人的这个事情上，真的是太多了。我不希望你就是总是为了别人去妥协。我们现在看看谁给你投票了。喘的呀。咦，今天有2个。目前觉得我们的一些需求是匹配的，就像同一个话，我说真觉得恋爱谈够了，我还是想找一个稳定的可以走到结婚的伴侣。然后 Leo 是说他真的很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对 OK， Mars 给我的回复是你们那儿那么早结婚。对，我跟 Mars 可能完全是2个世界的人。
对，这是你今天的结论。我觉得他也没错吧，只是他是这种款式的人吧。没事了，咱们今天就聊那么多。